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此三种手相的人最容易中奖，快看看有没有你。你是不是常常抱怨自己喝瓶饮料都总是谢谢惠顾，抽不到一个奖？下面我要介绍一中奖的手相，快来看看你是不是容易中奖吧。一、木型手相，土星丘发达，饱满，隆起，天生有横财命，容易中彩票。一般手型又长又瘦，比如说的纤纤玉手，都是木型的手相。一般来说，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，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，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，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，天生有横财命。二、水型手相，火星丘多肉，饱满凸起，也是容易得横财的命。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？简单来说，手指偏短，整个手型偏圆，手背圆带后，手掌多肉，都是水型手的特点。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，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，偏财多，横财多。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，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，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。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，可看图中。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，更容易中彩票，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。三、火型手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，肥厚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得横财，有横财命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，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四、金型手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，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。而且金型的手相，手指顶端都比较平，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五、土型手相，水星丘发达，饱满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，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，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，就是土型的手。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六、掌丘饱满红润，在手相学中，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，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。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，因此得名。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，并且颜色略带红润，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。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，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，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，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，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。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，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。七、多条财运线，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，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，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竖条手纹。
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，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，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。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，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，才会取得大奖。因此，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，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，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，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。8.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。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，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。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，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，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，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。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，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，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。9.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。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，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，有强烈的预感，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，赚大钱。例如每次买彩票、赌博都必中大奖，从而获得一大笔钱。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，就依赖于此，不能及时收手，也很可能失去钱。11. 断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，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。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，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，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，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。因此，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，就不要慌张，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。12. 倒纹。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，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，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，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，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，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，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。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，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，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。13.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。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，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横财运的，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，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，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，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，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，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14. 智慧线分叉的人。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，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，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，善于把握机会的，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赚钱很多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，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，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，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，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，真的让人羡慕的。15.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。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，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，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，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，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，生活会无忧无虑的，不仅是正财运好，横财运也会很好的，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，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，不然会让你后悔的。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，先不说有没有横财，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，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，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。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也不主张不劳而获，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，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？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，
我比较认同。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，不妨多充实自己，多努力学习，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，你想再充实自己，再好好学习，已经很难，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，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，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，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